灵符消化江河海，火光狠狠吊天开。一刀灵符点乾坤，新兵回进秘鲁岭。我是玄武宫的扛把子阿成，平时专门替信徒驱邪避灾。我这一掌下去，什么妖邪都要被打散。我做法的时候，居然有小屁孩在偷拍。徒弟见状，急忙上去阻止。你们在拍什么？原来两人有过预约，他们是来拍灵异微电影的。我真想不通，现在的小学不好好教书育人，居然让学生出来拍这些迷信的东西。就在此时，警队的朋友阿昌来找我帮忙。他们最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，凶手叫洪文雄，是个有钱的钓鱼佬。那天他和2个钓友钓到一条罗非鱼，于是便迫不及待地烧烤。就在3人大快朵颐的时候，那条鱼居然说话了。罗非鱼吐出一股烟雾，钻入洪文雄体内。回家以后，洪文雄就残杀了自己一家6口。很明显，这是中邪了。洪文雄一直吵着要见虎爷，阿昌才来找我帮忙。我靠近一看，就知道他是被魔神仔附身了。看来这件事不简单。我本来不想趟这次浑水，可朋友忙又不能不帮，于是便想出了个好办法。可我们的对话都被一旁的小学生偷听到。他们说明天晚上要杀东西呢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我找出了尘封多年的法器，然后看了看手臂的伤。其实我对今晚的油炸魔神仔没有信心，因为在多年前，我的妻子身患癌症，我去求虎爷救妻子一命，可生命不能干预凡人的生死。没过几天，妻子就去世了。我一气之下划掉了虎爷刺下的纹身，从此我就失去了请神上身的能力。另一边，2个小学生偷偷来到黑虎宫外，想要偷拍，而我们也做好了准备。先是准备好一条罗非鱼，因为魔神仔是通过罗非鱼上的身，所以最后也要把它赶回罗非鱼的身体。做好准备以后，我就开始念咒施法。用这五虎将军真感降临，斩妖白蛇杀鬼万千，一力如力。扯掉洪文雄身上的封印后，一旁的法器顿时有了反应。我知道现在控制黄文雄身体的是魔神仔，于是便问他为什么要寻找虎爷。眼看他没有反应，我便一掌来。洪文雄的家中满是血迹，他更是用塑料袋让自己全家窒息而亡。就在我要看清真相的时候，洪文雄突然变成了我已故妻子的模样。趁我愣神的功夫，洪文雄直接挣脱了手铐，反手就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急忙集中精神念诵求生咒，可这次又失败。幸亏徒弟们听到声音后及时冲进来，将洪文雄制服。只见一股黑气从洪文雄体内冲出，扑向了阿昌。我立刻用符布包裹黑气，将它打入罗非鱼体内。死去多时的罗非鱼居然活了过来。这次油炸魔神仔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很快，罗非鱼就被徒弟炸得外焦里嫩。最后，徒弟便把罗非鱼丢进了垃圾堆。这一切都被藏在附近的2个小学生看在眼里。胆大的小明居然用手将罗非鱼捡了出来。就在此时，罗非鱼突然睁开眼睛，把2人吓了一跳。随后被炸熟的罗非鱼竟然从嘴里吐出了一条小鱼。胆大的小明居然把小鱼放进了水杯中。他之所以胆子这么大，就是因为今天同去拍的灵异微电影，居然请到了林正英的师弟林正义。这条小鱼也成了他拿到小学生灵异微电影第1名的希望。回家以后，小明就把魔神仔放到了鱼缸里。小明之所以想要表现自己，那都是为了得到母亲的更多关爱。自从父母离婚以后，母亲黄雅丽就变得十分冷漠。就在黄雅丽看向浴缸里的小鱼时，发生了诡异的变化。另一边，阿昌突然找上了门，他告诉我洪文雄突然失踪，就连看守他的狱警也纷纷中邪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陪阿昌到洪文雄的家里寻找线索。我先是看了一下这里的风水，发现这是一个招财纳气的风水格局，肯定是有高人帮的布置。随后我便和阿昌分开寻找线索。罗盘在洪文雄的卧室有了反应，很快我就在床底发现了一张符咒。通过这张符咒，可以判断黄文雄并不是最近才被魔神仔缠上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替洪文雄画符的法师。次日，通过黄文雄的通话记录，我们终于找到了法师的住所。金姐表示，洪文雄家的风水并不是他所布置，而是他的祖母。可他们家族有个规矩，年龄超过100岁后就要隐居山林，所以金姐也联系不到祖母。但金姐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洪文雄的算命纸。我通过他的八字算出他应该还有一个儿子，可洪文雄的全家福里却只有5个女儿。于是我和阿昌再次回到洪文雄的别墅寻找线索。这时果然有新发现，在走廊的尽头居然有一碗倒头饭。我上前一扒拉，墙后果然是一间密室。进到房间后，我发现墙上画了一些诡异的涂鸦，地上还有一些奇怪的名片。阿昌也在柜子里发现了一本病历，患者并没有名字，而是写着洪文雄之子。
他貌似得了一种怪病，浑身长满了鱼鳞般的鳞片。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大妈进入了别墅，于是我和阿长赶紧追了过去。原来这个大妈正是洪文雄给儿子找的保姆。从大妈口中得知，洪文雄的儿子一出生便得了怪病。洪文雄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儿子是个怪物，于是便把他关在了地下室。突然有一天，洪文雄把儿子带走后，他的儿子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大妈也不知道他把儿子带去了哪里。回到玄武宫以后，小明居然带着那条鱼找到了我。这条鱼是上次在母亲爱的时候我捡到的。原来自从他把鱼带回家以后，就怪事频发，直到今天母亲终于中邪了。随后我便开始给黄雅慧驱邪。你是谁？你有什么目的？眼看他不说话，我只好查看他的记忆。只见洪文雄将他的儿子活活打死，然后装到行李箱里，然后埋到了山里。紧接着他就变成了魔神仔。看到小明帮我提供信息的份上，并没有责怪他，而且还给了他一道护身符来保密。这个护身符请带在身上，妈妈有什么状况随时会来找我。这不是一般的模型啊，我现在只能帮你到这边，我要去山上再把它弄清楚。是我便根据魔神仔的记忆找到了洪文雄的尸体，随后我便带着玄武宫的信徒在这里跟山上的魔神仔下了战书。在我们等待魔神仔出现的时候，正在学校进行演出的黄雅莉再次中邪。听到音乐后，台下的小学生全部躁动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山上的魔神仔突然出现，伴随着我再次请神失败，跟我一起来的信徒纷纷被魔神仔附体，可凭借我自身的法力，根本无法救下所有人。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方惨败。另一边，小明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不见，于是他连夜来到玄武宫向我求助。可此时大败的我已经带着儿子来到了父亲这里。这次我来，自然也是为了在虎爷神像前请罪。没想到向来严厉的父亲居然跟我跪在了一起。不行，人家现在人下心理，你从原谅这个不好，你叫心里是什么道理？经过父亲的开导，我终于放下了执念。随后我便将儿子托付给父亲，然后去救那些被附身的信徒。在路上，我居然遇到了小明。原来他的母亲又被魔神仔抓走了。来到山上以后，我先是挖出了洪文生儿子的尸骨。本山化作幸福宫，结合化作千年地，分别清净早上天台，结结地如灵。念完咒语后，周围的魔神仔都有所感应，向我围了过来。我急忙拦住魔神仔，让小明逃跑。可小明却听到了母亲的召唤，向母亲的方向追去。与此同时，我再次念出请神咒，这次终于请到了虎爷上身。有了虎爷的加持，周围的魔神仔全部被我赶走。可就在此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被虎爷附身后，唯一的弱点就是被人点名，因为这会唤醒本人的意识，此时神明就会从身体内退走。我回头一看，居然是已故的妻子再次出现。与此同时，父亲担心我的安危，也在利用符技术替我占卜。他发现居然是500年前被虎爷封印的杀魔神回来了，于是便求虎爷救我一命。此时的我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知道眼前的妻子就是魔神仔幻化，于是假装上当，趁他放松警惕，一拳打下。原来这个魔神仔居然是洪文雄的儿子所化。在我要将他消灭的时候，他居然在呼唤杀魔神。突然身后一只大手凭空出现，将我抛飞。当我落地时，恰好配一根树杈穿透杀魔神，带着无数魔神仔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就在我要绝望的时候，远在玄武宫的儿子居然被虎爷烧死。而已故的妻子这次真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好的不去看。为了完成对妻子的承诺，我决定奋力一搏。掰断身上的树杈后，我手掐法诀，念诵咒语。在我们父子2人联手之下，将杀魔神再次封印。此时的我也终于和妻子团聚。跟儿子做完最后的道别后，我们就去了一个没有魔神仔的世界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